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那么昨天美股收盘之后啊，继续上涨了0.2%。在这里的震荡和上涨呢，我们看到啊，都是围绕4月13日的这根标志性的阳线，也叫悟空阳线来进行的。那么连续7个交易日啊，始终围绕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做震荡之后呢，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当中就有机会美股走出一个8阶阳线、沙僧阳线、唐僧阳线，最终呢完成它的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。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，它曾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啊，突破了144均线、169均线，并且成功站上了33000美金。这个33000美金非常重要啊，是由波峰连线、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筹码中枢。那么目前行情从4月13日开始走出悟空阳线之后，持续围绕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区间做震荡啊，就有机会重新酝酿新的一轮多头行情。但我们看到啊，比特币目前同美股是发生背离状态的。这种背离状态呢，让我们看到从4月19日开始，比特币在高点31000美金附近就开启了一轮下跌。那这轮下跌，我们看到啊，4月19日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，这根标志性的阴线将前面行情当中8阶阳线完全吞噬，也就是说，多头行情当中的妖怪 K 线啊，也就是下跌 K 线，将8阶阳线吞噬掉之后，那么多头行情宣告结束。目前来看，是一个空头行情的一个市场啊。对于比特币来说，这就意味着比特币同美股事实上发生了趋势上的背离。那在背离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啊，在周线级别上，比特币是领涨于美股的啊。那么比特币从1月初的行情到现在啊，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。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，时间级别切换、方向切换，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要做一轮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呢，在上一周的行情当中，我就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，下跌即将开始了。那么走到这个位置，当前行情日线级别上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。沙僧阴线呢，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，所以呢，连续3个交易日啊，比特币围绕沙僧阴线的开盘价28000美金和沙僧阴线的收盘价27000美金做一个连续4交易日的震荡。但这轮行情这4个交易日都属于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，那么下方呢还有一个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，那最终呢它会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。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认为啊，多头是多头生发出来的，空头是空头生发出来的。那么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点位呢，大概是在25000美金附近。同时我们看到啊，在调整和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最近几个交易日的调整而改变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期，就是日线级别的 K 线最终可能会同日线级别的144均线相交相会啊，然后开启一轮反弹，最终呢启动比特币行情新的一轮牛市。前面行情当中，我们看到啊，3月10日左右啊，它的一轮调整就属于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。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，刚好打到144均线和169均线重叠的位置，然后行情开始重新启动啊，做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，直接吞掉了下跌趋势当中所有的跌幅。因此呢，当前虽然是一个下跌趋势啊，但是完全没有太多的担心，因为在更大的时间周期上啊，在周线级别上，比特币它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啊，这并不矛盾啊。周线级别上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，周线级别上涨结束之后，行情往往要经历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。那么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，等待调整结束之后，行情会重新回暖，重新启动。对于以太坊来说，目前是领跌状态啊，上方144均线和169均线，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，144均线压力啊，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信号啊，有悟空阴线，有8阶阴线组，那么正在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，有这样的一个预期，因此呢，以太坊本身啊，目前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领跌的。
我们回头来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，在这个交易对上，我们看到啊，以太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阴线，悟空阴线啊，标志性的阴线。这个标志性的阴线呢，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出现的，所以呢来的非常突然。一般来说没有办法预测悟空阴线的产生，但是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，下方目前走出了一个8阶阴线组，再往下走就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，最终的目标点位可能会回到箱体的中带部分$1600，所以呢，目前来说以太坊是领跌状态啊。对于 ID 和 ARB 啊，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啊，几乎是本轮行情的明星币种，成交量一度超过比特币和以太坊。ID 和 ARB 啊都超过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啊，证明这个市场上超级主力对这种次新币种非常感兴趣。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看到了上涨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，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目前已经完成。在4小时级别上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下跌的收敛结构。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，目前处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，这个区域呢，我们在前面 OAX 啊，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构，并且呢抓住了一轮反弹。我们看到 OAX 就是在下跌过程当中波峰连线、波谷连线形成了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一轮反弹。那么 AD 走在当前的位置上就有机会啊脱离当前的结构，脱离当前下跌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啊，做出一定的反弹动作。它的行走方式非常规律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。那么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结束之后，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，就有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出现。因此呢，对于这轮 ID 调整之后啊，仍然受到资金关照，超级主力甚至在这轮下跌过程当中被高度套牢。因此呢，我认为 ID 有反弹到0.75到$0.8附近的一个预期。同时呢，昨天会员群频道让大家建了一个观察仓，这个观察仓呢建在了 IN 钩上啊，建仓幅度大概是在5%以内啊，因为要重点关注这种我们看到啊 IN 钩的活性非常强，前面行情当中一轮上涨接近700%的涨幅。巨大涨幅过后呢，目前处在一个调整的趋势当中啊，但是我认为它每一轮调整呢都会重新启动啊，都有重新启动的机会。前面的一轮调整我们看到调整幅度达到45%，那么最近的一轮调整目前已经调整了35%左右。然后调整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4小时均线啊，要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目前已经跟了上来啊，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一个支撑位啊，所以建立一个观察仓，等待。它有一定的动作啊，如果快速下跌，最终呢它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的下跌吸油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仓位补进去啊。IN 钩呢，它的这轮行情表现非常优秀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一旦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啊，要把这个仓位补足，那么后面行情当中，我认为下一轮行情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，因此呢要做一个重点关注。同时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LTC 达势啊，和其他主流币种不同啊，这两个币种有减产的一个预期啊，因此呢，在回踩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之后，是可以补加一个仓位的啊，在这里补加仓位之后，可以把止损设置在$82附近啊，一旦跌破可以适度减仓，没有跌破就可以持续的拿着。未来呢，对于减产币种是有一个很高的预期的。对于 LTC 来说，我认为到达$150到$200区间是没啥问题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低位相对的低位来说，要有一定的仓位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，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油战法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